我花了300块錢拿下了這台40年的鈴木 A100，看了一眼，這發動機居然沒有被拆修過，看來這300塊錢我也是撿到漏了。仔細一看，這車居然跑了9萬多公里，同時它的時間也定格在95/23。聽說這種發動機特別的暴力，而且啟動特別的上頭，隨着油門的加大，排氣管也會冒着藍煙。我還沒有想明白，當時車主在這裡焊一條鋼管到底有什麼用處。車主還給我送了一隻鈎機，現在我就要把這台40年的鈴木給拉回車庫，給它馬血復活。把車推出來的瞬間，感覺二創時代又回來了。看着這破舊不堪的零件，讓我復原的路上頭疼不已。這台開了10萬多公里的發動機，感應還是非常足的，希望它不要有太大的問題。这個電池居然跟我老爸的 CG 是一樣6伏電池。这玩意40年了，居然是一樣都沒有收到。哇，這是一堆陳年老土啊！經過小2天的分解，我終於明白車主焊條鋼管的用意到底是什麼了。原來是把它當牛屎了，這裡都壓變形了。接下來我就要把它翻新成最初的樣子。這是一台開了將近10萬公里的鈴木 A100，聽說這台車能勾起你兒時的回憶。今天我就要把這台40年的發動機給重新復活，重回2創時代。在我準備拆這個發動機的時候，居然發現這裡不知道被哪個給焊死了。看來這就是維修老車的常態吧，永遠不知道下一秒驚喜會出現在哪裡。這個化油器比較有意思，藏在箱體裡面的。這種2創發動機都會配備一個這樣的機油泵，每擰一次油門，它都會通過這個泵給到缸體一點機油來做潤滑，所以它注定燒機油。它的動力以及聲浪是4創發動機無法代替的，也許這就是時代的變遷。
今天這裡的白金不知道被哪個師傅給拆掉了，而且它的點火系統十分正常，真的很想請教當時的師傅是怎麼做到的。这活塞嚴重拉傷，鋼邊劃痕也算比較深，這梁也算是報廢了。這台二衝發動機分解完畢，除了中鋼、活塞報廢之外，其他零件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損，但還在可控範圍之內。接下來就是幹最髒的活，做最酷的事。
這台二手發動機我已經組裝完畢，接下來我就要把它徒手幹着。打着車的瞬間，藍煙四起，我終於把這台40年的發動機給復活了。接下來我要準備它的全車外觀件，把它生鏽的零部件給修復好。這個居然是實心胎，老難拆了。又多一枚。颜色我挑選過很多，最終選擇了你最喜歡的綠色。現在每一個零部件都蛻變了，讓我非常的滿意。我們下一次見面，它將是一部嶄新的 A100。300塊錢拿下這台80年代的鈴木 A100。把它拆散，再把它修復成最初的樣子。現在我就要把它全部組裝起來。
伴隨着組裝，它的舊日風采慢慢浮現出來。它的外觀並不出眾，但二重時代獨特聲浪響起，硝煙撕裂空氣的那一瞬間，我已不是曾經的少年。二重時代雖然過去，但留給車迷永不磨滅的經典。除了情懷，二重更代表一個時代，一個摩托車瘋狂發展的時代。